他把鞋油塗在臉上，連續10年，每天都要塗1盒，10年來沒洗過臉，除了眼睛和嘴巴，臉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蓋。鞋油乾裂後，令他疼痛難忍。即使這樣，他依舊每天塗抹鞋油，從1天塗抹1次，直到後來的1天塗1盒，邊塗還邊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他就什麼都不說，緊張的環顧四周，焦急的等待着什麼，又好像在躲避着什麼。隨後跟着一個女人來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說女人是他姐姐，詢問姐姐情況，姐姐卻越來越激動，看着不太聰明的樣子。晚上他們就隨便找個凳子睡覺，此時溫度零下4度。節目組想要幫助他，卻被拒絕了。節目組帶他們來到派出所，想確定一下他們的身份，根據指紋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節目組決定帶他們回家。剛上車，一聽說要回家，姐姐立馬暴躁地哭了起來，還讓節目組趕緊放她走。沒辦法，只好原路返回。隨後姐弟倆坐上地鐵，消失在了鏡頭裡。節目組單獨去拜訪了他家裡，父親說他倆智力有缺陷，經常離家出走，曾經多次阻止也無濟於事。為了尋找他們，父親到處張貼尋人啟事，一直沒有回音，還以為姐弟倆已經遭遇不測了。節目組想要幫他們團聚，在車站找了好幾天，終於找到了姐弟倆。至於為啥不願意回家，姐姐還是沒有說。節目組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住的地方，經過長時間的勸說，他決定洗臉了。鞋油成塊的掉落，整整洗了3個小時，終於清洗乾淨，這樣看着正常多了。跟心理醫生交流後才知道，之前有人在地鐵看到智力缺陷的他，就無緣無故的開始毆打，往他臉上塗鞋油，還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塗鞋油。慢慢的，為了保護自己，他就開始主動往臉上塗鞋油。這時姐姐也說出了離家出走的真正原因，原來姐弟倆還有一個哥哥，哥哥脾氣暴躁，經常對他們拳打腳踢，兩人天真的以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們就不會挨打了，才會不斷的離家出走。經過長時間的心理諮詢，姐弟倆終於放下心理包袱，同意回家。一家人終於團聚了，還表示以後不會再離家出走了。大媽腦袋裡長了一塊吸鐵石，頭上總會吸到曲別針之類的小東西，而且還不會掉，走到哪吸到哪。但腦袋看起來沒有任何異常，而且最近經常無緣無故的頭痛，疼得他滿頭大汗。去醫院做了腦部 CT， 但機器一直叫個不停。醫生剛開始還懷疑他戴了發卡，經過多次檢查，醫生也震驚了，他腦袋裡還真的有一個12毫米的東西，邊緣看起來很鋒利，就鑲嵌在頭骨上，距離大腦不到1毫米。如果穿破頭骨的話，那後果不堪設想。奇怪的是，頭上並沒有任何傷口，大媽也完全不記得這東西是怎麼進入腦袋的。醫生懷疑是小時候摔倒後，這東西就卡在了腦袋裡，當時沒注意，慢慢的傷口就愈合了。隨後大媽被送進了手術室，經過漫長的等待，醫生成功把這東西取了出來，在體內存在了30年，表面都已經生锈了。那到底是不是吸鐵石呢？經過分析这東西和吸鐵石成分很像。專家說，這種金屬一般都是用作加熱元器件，像吹風機了、取暖器裡面都有這種東西，很難想象是怎麼進入腦袋的。手術後，大媽狀況良好，再次進行 CT 掃描，機器也沒有響。看着伴隨了自己30年的吸鐵石，大媽唏噓不已。無獨有偶，下面這個大爺腦袋裡也有個東西。大爺腦袋裡有一顆子彈，只要一思考，腦袋就會疼。子彈已經存在了40年，很多年前和朋友玩射擊，被朋友不小心打到的，當時就做了手術，本以為子彈完整的取了出來，但由於最近剧烈頭痛，去了醫院，才發現腦袋裡還有殘留的碎片，專家都不敢相信他還活着。妻子很震驚啊，說一直以為丈夫腦袋都是漿糊，沒想到還真差點成漿糊。但是現在有個棘手問題，子彈距離大腦關鍵區域只有3毫米，要想取出子彈，很有可能會造成更大的事故。由於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醫生建議保守治療，平時頭痛的話可以吃點藥。大爺也覺得本來子彈都在腦袋裡待了40年了，也不差這幾年了，對吧？和他一樣，這個男人腦袋裡有一顆螺絲釘，而且頭上沒有任何傷口，不記得怎麼卡在裡面的。他說之前被椅子撞到了腦袋，當時血流不止，去醫院做了腦部 CT， 才發現腦袋裡有一個2厘米的東西。不過還好，這東西只停留在了頭骨上，醫生認為可能是螺絲釘，但五金店老板表示自己沒見過這種螺絲釘。母親也很震驚說他小時候頭上沒有受過傷，和醫生商議後決定立即開展手術。幾個小時後，東西終於被取了出來，醫生認為是雨傘的傘頭，確實非常像。他也說小時候經常和小夥伴拿傘打着玩，可能無意間就卡在了腦袋裡。不過現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要我說更奇葩的還要數下面這個大媽。大媽屁股上長了一塊6厘米長的玻璃，玻璃已經存在了36年，她卻毫無察覺，還說一點都不痛。直到一次健身的時候，突然屁股劇烈疼痛，檢查過後才發現屁股裡竟然有一塊玻璃，玻璃距離腸道只有1厘米，劇烈運動或者稍有不慎都會傷到內臟，按說都會出現感染或者腫脹的情況，但大媽36年來沒有任何症狀，這就很奇怪了。那玻璃是如何進入身體的？大媽回憶說，年輕時有次不小心撞碎了玻璃門，當時就腿上扎了一個玻璃碎片，其他地方沒感覺到疼，萬萬沒想到屁股上還有一個，就這樣存在了36年。下面這個男孩也很神奇，他從8歲就開始脫髮，全身上下一根毛都沒有，眉毛光禿禿的，下巴也乾乾
干淨淨，甚至連睫毛和鼻毛都沒有。同學們嘲笑他是怪胎，這讓他很自卑，不管去哪都要戴着帽子，連帽子後面的洞也要縫起來，永遠坐在教室最後一排。他說走在街上，感覺別人都在議論他，甚至患上了抑鬱症，休學了1年，即使在家裡也要戴着帽子。母親說去過很多醫院都沒有治好。節目組帶他找到毛髮專家，檢查了半天，終於在顯微鏡下發現了一根毛髮。專家說這種情況是有可能治好的。聽到這話，母親激動地哭了，她也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決定不再在乎別人異樣的眼光，別人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那就祝他趕快自信起來吧。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他把一坨便便鎖在了保險箱裡，還說這坨便便價值1000萬，裡3層外3層的打開，這不就是塊石頭嗎？但他說這是鯨魚的便便，叫龍涎香，高檔香水就是用這玩意兒做的，比黃金還要貴10倍，一克就能賣3000塊。便便呢是在自家魚塘發現的，他本來也以為是石頭，沒想到扔在水裡竟然飄了上來，這就很神奇了。上網那麼一查，和網上說的龍涎香非常像，這不一夜暴富了嗎？工作人員聞了聞，確實沒什麼臭味，難道真的是龍涎香？朋友們都覺得這是真的，但村裡老人說他們這片根本就沒出現過鯨魚，哪來的鯨魚便便啊？說再多都沒用，接下來直接找專家。專家說這玩意兒很稀有，一般100隻鯨魚裡面只有1隻鯨魚體內會有龍涎香，這其實就是鯨魚體內的結石。專家对着便便一陣猛聞，還做了個簡單的測驗，各種特徵非常符合，初步判斷這可能就是龍涎香。大叔那是越聽越興奮，但專家說還需要進一步採樣化驗。一番分析後，大叔滿懷期待，然而結果卻顯示這並不是龍涎香，只是一個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大叔的寶貝瞬間一文不值，妻子安慰大叔，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糧。那泡沫就給接了。然而下面這個小哥也把不值錢的東西當成了寶貝，他能用各種蔬菜當樂器，只見他掏出胡蘿蔔就吹了起來。工作人員還是不相信他也不廢話，直接啃了一口。不僅如此，什麼紅薯、山藥、西葫蘆、土豆，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而且用蔬菜当樂器的好處就是餓了能直接吃。接着用西蘭花又吹了一曲，還用山药做的樂器吹了一個。然而把蔬菜做成樂器也不容易，首先就要保證蔬菜的新鮮程度。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蘿蔔，先用工具把蘿蔔掏空，然後在表面打孔，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還要不断測試音準，一點點調整孔洞大小。節目組決定升級挑戰，拿來了西瓜、雞蛋和大蔥。小哥轻蔑一笑，就這，手起刀落就把3樣食物變成了笛子。没想到還都吹響了。現在有個問題就是，樂器的保鮮時間太短，一旦蔫了，音色就不纯正了，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來做成菜，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因此每天都要重新買新鮮蔬菜，這成了一筆不小的花費。他現在呢已經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樂器，拿着一顆洋蔥就開始制作，同事都被震撼到了。不過要說奇人，那還是得看下面這位大叔，他能在頭髮絲上刻100個字。只見他先把頭髮固定起來，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最後呢給頭髮上個色，文字在显微鏡下就顯現出來了。不僅如此，他還可以在沙地上刻字，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寫一部千字文，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期間還要更換20多種刻刀，比硬幣小很多的鐵塊上也能刻800多個字，相對来說在小米粒上刻字就顯得簡單多了。大叔說頭髮上刻字很考驗人的耐性，剛開始做的時候刻了100多根頭髮，1年下來呢只成功了2根，為此自己頭髮日漸稀疏，現在都是用別人的，見到別人都是先看頭髮，黑長直是他的最愛。他現在還開了頭髮展覽，小朋友都看傻了。大叔目前只能在頭髮上寫1行字，還說希望以後可以在頭髮上畫一幅清明上河圖。下面這個奶奶雖然沒有大叔厲害，但也值得一看。90歲的奶奶經歷過車禍後，腰板竟然變直了，之前在家裡走路都要扶着牆，牆上還留下了一道痕迹，現在呢上楼都不費勁，專家都表示不可思議。奶奶說出車禍後自己當時就懵了，什麼都不記得，醒來就变成這樣了，就很神奇。那就祝奶奶一直健康下去吧。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老人死了15年，身體卻沒有腐爛，甚至散發出淡淡的清香，手指甲還在生長，連血管都清晰可見，甚至還長出了黑頭髮。家人都認為奶奶並沒有死，只是睡着了而已。他們會定期給奶奶剪指甲，每天還要給奶奶擦身體，單獨給她做飯，看着成為一具乾屍的老太太。節目組也震驚了，原來15年前奶奶突發疾病住院，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況下，竟然噴出了16斤便便，接着就斷氣了。奇怪的是，體溫並沒有下降，一直維持在36度，身體也不僵硬，
硬，除了沒有氣息外沒有任何去世的症狀。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裡，慢慢就變成了一具乾屍。專家說，只有在極其乾燥或者寒冷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乾屍。然而當地的天氣高溫潮濕，這種環境下沒有腐爛就很不科學。節目組覺得可能做了防腐處理，但家人卻說並沒有做過任何處理，還說奶奶有個特別的習慣，那就是吃齋，一吃就堅持了50年，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奶奶的事在當地廣為流傳，很多人慕名而來，想要一睹真容，還覺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都用瓶子接水喝。至於究竟是什麼原因，專家也沒有給出解釋只能說真的很神奇。然而下面這面牆也很奇怪，他家的牆會哭，只要靜靜的聽就能聽到抽泣的聲音，整整哭了10天。店主說有時用力敲2下，他又會稍微停一會兒，越到晚上哭聲越大，搞得人心惶惶，顧客都被嚇跑了。工作人員錄下聲音，找到了專家，對聲音進行了波長分析，總之結論就是這聲音明顯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真是見了鬼了，難道牆是活的，它有心跳？大家才不信。店主請來了裝修師傅，這師傅一來也不敢得罪这牆，大家鼓勵了他好久才開始。現在牆上打了個洞，內窺鏡往牆裡一看，就看到了2隻閃亮的眼睛，師傅被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原來是隻小貓咪，牆上都是抓痕，看起來現在已經精疲力盡了。那它是怎麼鑽進去的？節目組檢查了屋頂，猜測是通過屋檐下的縫隙鑽進去的，在牆壁之間穿行時不慎跌落到了牆裡面。店主說這隻貓我見過，之前一直在我店門口轉悠，店主決定明天拆牆救它，可第2天牆裡一點動靜沒有，通過手機觀察裡面空空如也，貓咪不見了。專家認為貓咪已經自己逃脫了，強大的求生欲讓它克服了種種困難，最終爬了上來。幾天後小貓咪果然出現了，然而下面這家也發生了一件怪事，他家經常無緣無故的出現長頭髮，有長有短，最長的有2米，比他本人都高，有時出現在廁所，有時出現在臥室，拔一根自己的頭髮做對比，大小幾乎一模一樣。他覺得這就是人的頭髮，關鍵他家人都是短髮，而且最近來家裡的人也都是短髮。一開始呢還誤會了老公，以為是老公在外面帶來的。這種現象呢是1周前開始出現的，老公當時在疊衣服，就發現了一根長頭髮，衣服是剛從烘乾機裡拿出來的，他趕緊查看烘乾機，裡面卻乾乾淨淨，毛都沒有。慢慢的頭髮出現了越來越頻繁，看着嚇人。房子呢是他們租的，剛住進來也沒幾個月，而且像這樣的房子租金卻很便宜，當時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他們懷疑房子裡發生過不好的事情，難不成真的有鬼？節目組帶着毛髮找到專家看了半天，說從粗細大小上來看和頭髮確實很像，接着又在顯微鏡下觀察，結果專家卻說這並不是頭髮，那這到底是啥呢？專家說這就是褲子上的線頭而已。接着妻子檢查了衣服，果然在一件西裝上抽出了一模一樣的線頭，長度也完全符合。虛驚一場。好了，我是預備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你因為智齒疼得睡不着，來醫院一看，這顆智齒竟然是橫着長的，僅僅冒出了一點頭，縫隙裡一直殘留小鱗石，導致發炎腫脹，拔牙難度非常大，直到切開牙齦才知道有多可怕。不過呢，不用擔心，現在就給你拔掉。醫生會在智齒周圍不同部位打3次麻藥，稍微呢會有一點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沒有任何感覺了。接着呢，給周圍消毒，防止感染。等麻藥起效後，醫生根據智齒的生長角度，一刀就劃開了牙齦，整個過程你不會感覺到痛。掀開牙齦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齒，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智齒大部分還鑲嵌在牙槽骨中。為了更輕鬆地把智齒取出來，需要用鑽頭把智齒一分為2。雖然你感覺不到疼，但能聽到電鑽聲，還能感受到電鑽的震動，整個頭都嗡嗡的。現在呢，利用槓桿原理把智齒撬斷，你會聽到嘎嘣一聲，但是呢不必緊張，輕輕一挑就把牙冠取了出來。接着呢，再次利用槓桿原理，一點點往外撬。牙根埋伏的比較深，醫生決定再次把牙根部分一分為2。现在呢就比較好弄了，輕輕一摳，牙根就取了下來。拔掉智齒留下的洞會被血液填滿，半小時之內會形成血凝塊，經過24小時，血凝塊會變得堅固結實。所以呢，拔牙24小時內不要刷牙和漱口，否則有可能使血塊脫落，導致乾燥症，那將痛不欲生。接着醫生開始縫合傷口，就這樣打個漂亮的結，剪掉多餘線頭就結束了戰鬥。有些情況呢不用縫合，需要咬住紗布來幫助止血，一般需要咬半小時左右。拔牙2小時後可以吃一些流質類的食物，不可以喝熱水或者過硬的食物，避免劇烈運動，多休息。幾天過後又是一條好漢。你因為牙疼的睡不着，來醫院一看，蛀牙內部已經被掏空，
看起来呢已經壞到了牙神經，直到鑽開牙根管才知道有多可怕。首先麻藥是少不了的，等麻藥起效後，醫生開始用鑽頭去除腐質。可以看到根管已經暴露，用工具輕輕一碰就打開了牙髓腔。不用想了，牙神經肯定已經壞死。這種情況呢，只能做根管治療，通俗點講就是殺神經。這應該是牙齒問題中最可怕的一種治療方式。不過呢，牙神經已經壞死的情況下，治療過程是不會有痛感的，否則呢可能會有一點點痛。醫生一般會注射局部麻藥，所以呢不用太過擔心。這種方式避免了拔牙，最大程度保留了你的天然牙齒。接着呢，醫生測量根管的深度，根據測量的深度來選擇長度合適的根管銼，來一點點刮出壞死的牙髓。牙髓處理乾淨後，醫生裝上小鑽頭，開始拓寬根管。依次把3個根管清理完畢後，還要使用消毒劑反覆沖洗根管內部，防止後續再次發炎。接着呢，插入3根類似棉籤的東西，對根管內部進行干燥處理，隨後在根尖裡塗上一層密封劑，接着使用牙膠來填充根管，這樣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會留下任何間隙。接着呢，使用加熱工具熔斷牙膠，依次對3個根管進行同樣的操作。接下來用樹脂繼續填充根管頂部，通過光固化燈快速固化，這樣呢根管部分就填充好了。接下來還要使用鑽頭繼續打磨牙冠部分，方便接下來塑形。隨後對於牙冠部分塗抹酸蝕劑，目的是為了清理雜質。等待片刻後，處理掉酸蝕劑，開始填充複合樹脂。樹脂的填充要循序漸進，每填充一點就要確定固化後再繼續填充。就這樣，醫生用工具塑造出了一個人工牙冠，最後呢，再對人工牙冠進行打磨拋光，這樣就完成了複雜的根管治療。一般情況下，根管治療後的牙齒壽命大約為11年。記得好好刷牙。你的2顆門牙中間發生了蛀牙，一張嘴就像卡在牙縫裡的奧利給。醫生看了一眼，二話沒說，連麻藥都沒打，直接上鑽頭先把腐質去掉。醫生換了一種工具，繼續打磨邊緣部分，以便樹脂填充物能完美貼合牙齒。你比較幸運啊，蛀牙不是很深，沒有傷到牙髓，所以呢修補起來也比較簡單。接着塗抹酸蝕劑，經過酸蝕處理後，釉質表面在顯微鏡下呈蜂窩狀，能增強與填充樹脂的粘接強度。接着醫生塗抹粘合劑，你可能會聞到類似強力膠的味道。接着醫生使用光固化燈照射，讓粘合劑快速固化。接下來在牙縫中放置一個薄膜隔開。現在呢開始填充樹脂。樹脂的填充要循序漸進，每填充一點就要先等固化後再繼續填充，期間還要保持牙齒乾燥。所以呢，醫生會對着牙齒一直吹氣，你牙齒可能感覺有點冷，再忍忍馬上就好了。填充完樹脂後，接下來就要對表面進行打磨拋光，這時呢就要用到專用的條狀砂紙，先用粗面研磨。隨後移到光滑的一面，再磨一次。另一顆牙齒也做同樣的操作。這還沒完，醫生又換上了專用砂輪，繼續打磨。經過這一系列的操作，完全看不出修補的痕跡。到這裡，蛀牙就修復好了。記得好好刷牙。你這顆牙已經爛透了，為了能啃骨頭，你準備花2萬塊錢種一顆牙。整個種牙過程需要持續半年左右，但最後的成品驚豔了我。首先呢，要把壞牙拔掉，牙齒比較鬆動，直接上鉗子，很輕鬆就拔了下來。現在呢，需要等待2到6個月，讓牙槽骨恢復生長，填滿空隙。6個月後開始進行種牙。第一步，進行斷層掃描分析，對口腔進行全面檢查以及確定種植方案。接着呢，進行麻醉和消毒。等麻藥起效後，醫生一刀就劃開了牙齦，掀開牙齦，牙槽骨就露了出來。這些大大小小的鑽頭都是用來在牙槽骨上鑽孔的。牙槽骨的表層骨質密集，比較硬。剛開始要選擇8毫米的小鑽頭，预開孔。現在呢，要逐漸換成更粗的鑽頭，擴大孔洞。用粗鑽頭時，轉速一定要慢，
否則呢会導致摩擦生熱，燒毀骨細胞。過程中鑽頭還會一直噴出生理鹽水，就是為了降溫。現在呢使用螺絲紋鑽頭將孔的上端繼續拓寬，就是為了讓孔洞和種植體完美契合。孔打好後，醫生取來像螺絲一樣的種植體，開始種植的時候要盡量調低轉速，慢慢推進去，才不會使接觸面骨細胞損壞。接着呢，還需要使用扭矩扳手将種植体擰到規定扭矩。現在要將愈合基台連接到種植體上，等縫合好牙齦，大概呢就是这個樣子。這時牙槽骨中的種植體會和周圍的骨細胞慢慢融合，這個過程呢叫做骨結合。現在只需要等待2到6個月，幾個月後，牙槽骨和種植體已經充分結合。現在要把臨時愈合基台取下，安裝永久愈合基台。現在需要安裝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間的洞是為了以後修理種植牙的時候方便擰開裡面的螺絲。但現在呢，要先用樹脂填充，接着用光固化燈照射固化。到這裡你的牙就種好了，看起來呢和真牙一模一樣。現在就可以去啃骨頭了，記得好好刷牙。你因為智齒疼得睡不着，來醫院檢查後才發現，這顆智齒竟然是橫着長的，並且完全埋在了牙齦裡，外觀上根本看不出來，拔牙難度非常大。直到切開牙齦，我才知道這顆智齒有多可怕。不過不用擔心，現在呢就給你拔掉，醫生先給你蒙上，醫用手術動筋，只露出嘴巴。這時你可能會有點緊張，不過呢這還不算什麼，醫生會在智齒周圍不同部位打3次麻藥，稍微呢會有一點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沒有任何感覺了。接着呢給周圍消毒。根據智齒的生長角度切開牙齦，因為麻藥的效果基本不會感到疼。如果這時你感覺到疼痛，那一定要舉手示意，讓醫生給你加麻加辣。醫生用鑷子掀開牙齦，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齒，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因為是橫着長的，智齒的大部分還鑲嵌在牙槽骨中。為了更輕鬆地取出智齒，這時就要用球鑽削一點牙槽骨，通俗點講，就是用電鑽鑽你的骨頭。這時的你感覺不到疼痛，但能聽到電鑽聲，還能感受到電鑽的震動，整個頭都嗡嗡的。即使這樣，也不能直接把智齒拔出來，醫生還要切開牙冠和牙根，把智齒分為2部分，分別拔出。所以呢，又需要用到鑽頭。這時的你可能會分泌大量唾液，口水直流，現在就要先把口水抽走。牙冠深深地埋在牙槽骨中，無法直接取出，所以呢還要豎着再切一次。再次把口水吸乾淨後，就可以一塊一塊的把切好的牙冠部分取出。現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還要再削一點牙槽骨。現在利用槓桿原理，一點點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來。現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堅持一下，馬上就要結束了。由於創口比較大，最後還需要給你縫合牙齦。就這樣打個漂亮的結，剪掉多餘的線頭，就結束了戰鬥。為了讓牙齦盡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塊紗布，保持2個小時。1周之後來拆線，期間不可以喝酒抽菸，避免激烈運動。好了，拔掉智齒，你有沒有覺得輕鬆了很多？你知道牙套是怎麼裝上去的嗎？這位小哥來矯正牙齒，因為他的牙齒非常擁擠，需要先拔掉3顆，拔牙後就可以獲得足夠的間隙，使牙齒能夠很好的內收。接着呢，塗上酸死劑處理牙面。等待片刻後，再處理掉酸死劑，接着冲洗牙面。今天是個大工程，你這顆牙壞得非常嚴重，牙齒內部還不停地冒血，直到鑽開牙根管，才發現情況遠比想象的更嚴重。醫生給你蒙上手術巾，開始了操作。按照慣例，麻藥是少不了的。等麻藥起效後，醫生開始用鑽頭去除腐漬。
可以看到，這顆牙已經壞到了牙神經，還引發了炎症。醫生剛把內部清理乾淨，血水就冒了出來。醫生決定給你進行根管治療，通俗點講就是殺神經。這應該是牙齒問題中最可怕的一種治療方式。聽到這裡，你已經緊張地握起了拳頭。為了讓你放鬆下來，首先呢就要重新打麻藥。醫生還特意把針頭掰彎了，緊靠着牙齒來一針，內部的神經也要來一針。現在呢需要用鑽頭打開牙髓腔。吹乾後可以看到根管已經完全暴露，接着醫生測量根管的深度，根據測量的深度來選擇長度合適的根管銼，來一點點刮除壞死的牙髓。依次把3個根管清理完畢後，還要使用消毒劑反覆沖洗根管內部，防止後續再次發炎。牙髓處理乾淨後，醫生裝上小鑽頭，開始拓寬根管。經過幾個不同鑽頭的輪番操作，可以看到根管和剛開始相比已經擴大了很多。接着呢，插入3根類似棉籤的東西，對根管內部進行乾燥處理。接着呢，要使用牙膠尖來填充根管，牙膠尖要先裹上一層密封劑，這樣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會留下任何間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斷牙膠尖，依次對3個根管進行同樣的操作。接下來還要使用融化的牙膠，繼續填充根管頂部。這樣下來呢，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接着對牙冠部分填充樹脂。最後安裝上人工牙冠，這樣呢就完成了複雜的根管治療。這下你又可以想吃什麼吃什麼了。大姐是吃鯡魚罐頭長大的，什麼臭她就吃什麼。她嘗試過吃屎，但是不喜歡啊，因為不夠臭。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點。下水道的氣味對她來說，那就是新鮮空氣。和朋友聚餐，朋友想要挑戰一下，夾起一塊鯡魚，剛放進嘴裡就止不住的嘔吐，她卻什麼都感覺不到。不一會兒，自己就幹完了一盤鯡魚。大姐現在最愛吃的卻是鰩魚，因為鰩魚比鯡魚還臭10倍。節目組邀請了幾位鰩魚愛好者來到鰩魚發酵車間，門一打開，一股比下水道還要臭100倍的味道襲來，怎麼給你形容呢？狗聞了都嫌臭，燻得眼睛都睜不開。其他人紛紛敗下陣來，大姐卻直接貼着鰩魚聞了起來，越聞越上頭，好想吃一口。不僅如此，大姐生活中也是處處重口味，做菜要加5勺鹽，半斤辣椒面，這樣吃起來才有滋有味。那她為什麼會這樣？她卻說其實自己聞不到任何氣味，冰箱裡的食物壞沒壞，自己也無法從氣味中分辨，只能嘗了才能確定是否過期。因為聞不到任何氣味，也讓她暴露在危險中，天然氣洩漏自己也毫無察覺，食物燒焦了也不知道。節目組帶她來醫院檢查，一番檢查過後，醫生說她的嗅覺功能已經完全喪失了，味覺也在退化，這種情況是沒辦法治療的。不過聞不到氣味並不完全是壞事，大姐是養老院護工，平時的工作就是幫老人換尿布之類的，因為聞不到氣味，所以工作起來很輕鬆，自己也很喜歡這份工作，把缺陷變成優勢，大姐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但是要說吃的奇葩，下面這個小伙表示不服，他抓起一把沙子塞進嘴裡，嘎嘣嘎嘣的吃了起來。周圍人的表情說明了一切，他卻說沙子比糖還要甜，還讓旁邊的大叔嘗一嘗。大叔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又到飯點了，他從袋子裡掏出2把沙子，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來，那是乾淨又衛生啊！吃完還張嘴讓節目組檢查了一下，是沙子沒錯了。他沒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工地上的沙子新鮮可口，品類多，量還大。來到工地先試吃一下，這個比昨天的甜。哎呦，這邊又上新品了，白沙還真沒吃過，一口下去，還有海鮮味。他的經驗是紅沙比較甜，白沙比較鹹，不好吃。在此呢，感謝小哥的分享，讓我們知道了白沙不好吃。他說自己5行缺土，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沙子能為自己提供能量，所以每當工作累了，他第一時間不是休息，而是找出隨身携帶的沙子，舀上一勺直接開灶，只要吃上一口，整個人都精神了。然而他開始吃沙子的原因卻很讓人心痛。原來他小時候家裡很窮，3天都吃不上1頓飯，餓得受不了了，就想着吃沙子來緩解飢餓。這一吃不要緊，他打開了味覺新世界，竟然愛上了這種味道。但是大家不要模仿，我替大家嘗了，一點都不甜，比屎還難吃。最後我有個疑問，吃進去的是沙子，那拉出來的是混凝土嗎？沒錢的吃沙子，那有錢的吃啥呢？下面這個小哥就很搞笑，
她一吃東西就會流淚，並不是辣哭的，就算吃米飯也會止不住的掉眼淚，而且只有左眼會流淚，吃飽以後就不會流淚了。而當她看電影被感動了，就換成右眼流淚了，兩隻眼睛分工明確，就很神奇。媽媽說她出生的時候就這樣，只有一隻眼睛流淚，還給節目組看了照片，但照片上明明兩個眼睛都在流淚啊。媽媽說是因為她手裡還拿着零食呢，正好湊齊了一對。她說吃不同食物流淚的程度也不一樣，好吃的流淚多，口味一般的只會掉2滴意識一下，所以公司聚餐都會讓她先吃，看淚水大小判斷食物美味程度。妙啊，這種特殊技能對工作也有一些影響。她是一位歌手，在外演出化好妝後就不能吃東西了，調皮的同伴強塞給她一粒爆米花，沒一會兒眼淚就掉下來了。節目組帶她來醫院做了全面檢查，醫生說很可能是神經末梢問題，接着又對眼睛做了測試，醫生說這種病叫鱷魚的眼淚，是由於唾液神經和淚腺交織在了一起，吃東西流的淚應該是唾液，只是有點惡心而已，並不會對身體造成任何傷害。最後小哥也說不是什麼大病，我就放心了，以後準備去演戲，會把缺陷變成優勢，哭戲一定會演得很好。好了，我是岳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這是一棵會生錢的樹，每天都能在樹下找到1枚硬幣，這些就是最近收集到的硬幣，很奇怪，都是50的。店主說2個月前打掃衛生時，在店門口的樹下意外發現的，之後每天都會出現1枚硬幣，他也不敢用，只是把硬幣收集起來。對於這種現象，有人說柿子樹果實累累，象徵着家族興旺，可能是有人對着樹許願丟的硬幣，這種說法還是挺靠譜的，畢竟我們這邊也有許願丟硬幣的做法。奇怪的是，附近其他柿子樹下面卻找不到任何硬幣，只有他店门口的樹會這樣，這就有點詭異了。店主很焦慮，這是有人在對自己下蠱施法嗎？節目組安裝了攝像頭，想要找到丟硬幣的人。經過漫長的等待，一位可疑的大媽出現了，她不經意地路過柿子樹，隨手朝樹下丟了一個東西。節目組迅速出擊，面對質疑，她卻說什麼硬幣不硬幣的，我丟的是一片樹葉。原來大媽喜歡聞樹葉的味道，時間一長，樹葉的味道就淡了，自己就隨手丟了而已。看起來好像真的不是這位大媽。節目組決定繼續觀察，一直到深夜都沒有出現可疑人物。第二天早上7點起床到樹下一看，再次發現了硬幣。節目組趕緊調監控，發現了一個行為可疑的大媽，她在早上5點的時候有目的的朝樹下丟了一個東西，隨後匆匆離開。店主看到這一幕講話了，原來這個大媽是收廢品的，每天都會來店裡收廢紙箱。為了確定丟硬幣的是不是她，店主在1枚硬幣上做了記號。沒一會兒，大媽又來收廢品了，隨後在店裡買了一杯咖啡。店主把帶記號的硬幣找給了她，大媽剛出門就把硬幣丟在了樹下。隨後店主找到硬幣確認了，一直丟硬幣的人就是廢品大媽。節目組趕緊追了上去，大媽也承認了，丟硬幣的就是自己。至於為什麼一直這樣做，大媽說店主每天都會把廢紙箱給自己，而且還不要錢。為了感謝店主，又怕店主不接受，才會偷偷的把硬幣丟在樹下。至此真相大白，一個溫暖感人的靈異事件。大媽最後也向店主解釋了一切，和廢品大媽一樣，下面這位大媽也有反常行為。大媽交不起水電費，卻每天給陌生商販送錢，每人大約給2萬，而且還不買東西，不要的話她會把錢丟進下水道。市場裡的商販都無緣無故收到過，就連街頭賣菜的大爺大媽也收到過。這種奇怪的行為每天都會上演，而且最近金額也在變大，有人竟然一次收到了17萬。大媽送錢也從不廢話，丟下錢就走。假如一天要發10萬，一年就是3600萬。有人認為大媽可能中了彩票，然後想做善事回報社會，不然普通人根本沒這麼多錢。節目組在他經常發錢的路口安裝了攝像機，經過漫長的等待，一個拉着購物車穿紅色衣服的女人出現了。她先來到銀行取錢，取完錢隨手把一些錢送給了旁邊坐着的老太太。老太太說真的奇怪，我都不認識她啊。大媽剛離開銀行就開始給路邊的小販發錢，發完繼續去下一個地方。節目組追上大媽想了解下情況，大媽發現了攝像機，拉着购物車就溜了。大媽的迷惑行為還在繼續，買了幾個漢堡後給旁邊的人分了幾個，路邊樹底下丟一個，剩下的直接丟進了垃圾桶，這多少就有點浪費啊。經過長時間的溝通，大媽同意讓節目組跟她回家。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樣，她家裡很破，而且家裡只有大媽一人，那她為什麼要給別人送錢？大媽卻一口否認，說自己沒有給別人送過錢。交不起水電費的大媽每天卻給陌生人送錢，問她為什麼這樣做，大媽卻說自己沒有給陌生人送過錢。節目組說我們都拍下來了，就是你啊。大媽改口說自己是奉命辦事的，是大山守護神讓自己這麼做的。然後大媽又扯了一些有的沒的，越說越玄幻。節目組還發現她家一直沒有交水電費，大媽的存折上也只有幾萬塊，看起來生活本身就很困难了，根本不足以支撐她每天出去送錢。這時大媽又說自己把股票賣了，但看起來像是臨時編的謊話。第二天大媽又去
去了銀行，把剛取出來的15萬直接放在大廳的凳子上，誰想要誰要。節目組把錢收起來還給大媽，大媽突然哈哈大笑，直接把錢丟進了下水道。這種反常舉動，節目組覺得有必要帶大媽去看醫生了。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大媽的情況，想要幫助她都被拒絕了。節目組想要說服大媽去醫院，還是被拒絕。接着大媽還哭了起來。經過連續幾天的勸說，大媽同意去醫院。一番交流過後，魏浩宇醫生認為大媽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時還出現了幻覺，都是由於長期缺愛導致的。醫生建議大媽要敞開心扉，分享自己的感受。街道辦事處表示會幫助大媽，給她溫暖，讓大媽感受到被愛。曾經收到大媽錢的商販也表示會把錢還給大媽，希望她能好起來。至於她的錢到底哪裡來的，節目中也沒說明白。就這樣吧，如果現實中遇到這種送錢的人，你們一定不要大驚小怪的，請叫上我，謝謝。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他要挑戰2天減肥40斤，還說減肥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現在體重192斤，腰圍104厘米。廢話少說，挑戰開始。他先穿上6件保暖內衣，外面再套上2件羽絨服。要知道這可是夏天啊，外面氣溫38度。這還沒完，他竟然打開了取暖器，就這樣在密閉的房間內跳繩，1分鐘要跳200個。沒一會兒他就滿頭大汗了，但他並沒有停止，跳了整整3小時。完事後脫掉上衣，輕輕一擰。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經減掉10斤了，開什麼玩笑，來直接上秤。我去，184斤，3個小時內竟然減掉了8斤。他沒有休息，連口水都沒喝，接着來到健身房，穿着羽絨服跑步，周圍人都看呆了，這該不會是個傻子吧？就這樣運動加節食24小時後再次上秤，現在體重減到了177斤，24小時內一共減掉了15斤。照現在的速度來看，2天減40斤，感覺真的能實現啊！挑戰還在繼續。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穿上羽絨服開始跑步了，還都是跑的上山路。回家後，媽媽喊他吃飯，他卻在冰箱拿了2塊冰塊含在嘴裡，繼續瘋狂跳繩。現在已經過去了32小時，就要進入最後的衝刺了。結果節目組卻在街邊的便利店找到了他，他竟然偷偷的吃烤腸，接着還喝了1罐可樂，還說不吃飽哪有力氣減肥。不過還好，回家後他繼續運動到深夜。第二天一早，挑戰時間到，他已經準備好上秤了。結果現在體重是166斤，也就是2天內減掉了26斤。雖然有一點點打臉，但這樣也很誇張了。他認為是烤腸和可樂影響了自己，還說自己最高紀錄1天減過30斤。那麼他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減肥？原來他曾經是一名拳擊手，拳擊比賽是分重量級的，為此他進行過無數次的節食減重，知道如何快速的減重和增重。但是大家不要模仿，畢竟人家是專業的，是個狠人。但是要說狠，下面這個男人表示不服。大叔瘋狂的用臉撞樹，1分鐘要撞60次，樹枝被撞得來回摇晃，頭上都出血了。他卻說自己在锻鍊身體，隨後拿出502塗在流血的額頭上，真是個狠人啊！節目組摸了一下，確實硬邦邦的，真的不會痛嗎？大叔輕蔑一笑，說我都做了5年了，還勸大家不要模仿，不然很有可能腦袋開花。妻子說從來沒見他額頭好過，因為他每天都會撞樹。說實話，我有點心疼那棵樹了。大叔工作時卻很安靜，完全沒有暴躁的樣子，那他為啥會選擇這種奇葩的鍛鍊方式？原來大叔曾經也是個拳擊手，因為比賽打得不好，根本賺不到什麼錢，但是要養一家老小，他不得不退出拳擊，最後開了個修鞋店，而且店鋪所在區域治安很差，他要讓別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這樣就沒人可以找自己麻煩了，所以就開始撞樹了。節目組決定給大叔一個驚喜，帶他來到一家拳擊館，面對久違的沙袋，大叔躍躍欲試，激動地說自己已經30年沒來過拳擊館了，說着說着聲音都沙啞了，熟練地纏上拳擊繃帶，和陪練一陣切磋，畢竟久出戰場，看得出來力不從心，但是大叔還是很開心，這是自己的夢想啊。大叔受傷會用502，然而下面這個大爺也會用一個奇葩的東西，他全身貼了100張狗皮膏藥，手上來1張，額頭來1張，耳朵下巴也不能少，除了眼睛都貼上了狗皮膏藥，然後就安心的笑了。家裡還存了上百箱的膏藥，但妻子卻說他根本就沒病，也沒有關節炎，甚至比同齡人還要健康，吃骨頭比狗吃的都快，下地幹活也沒有任何問題。由於身上貼滿了膏藥，太陽一曬就會變得很燙，所以他不能長時間在地裡幹活。村裡人都不能理解，但也為啥要給自己貼膏药？每天晚上睡覺前，妻子會幫大爺貼膏藥，不一會兒就用掉了100張，只有這樣大爺才能安心的睡覺。長期貼膏藥對他皮膚造成了嚴重傷害，有些部位出現了潰瘍。節目組帶他來醫院檢查，醫生說由於膏藥的刺激，他得了皮炎，必須馬上停止貼膏藥。
那他為啥10多年來每天堅持貼膏藥？原來10年前，大爺不小心掉進了一個大坑裡，過了3天3夜，自己才慢慢爬了出來。從那以後，他開始每天做噩夢，感覺有1萬隻螞蟻在身上爬來爬去。偶然貼了一次狗皮膏藥後，竟然連續2天都沒有做噩夢。從那之後就離不開膏藥了。身體沒問題的話，那8成就是心理問題了。心理醫生給大爺做了專業的心理測驗，結果醫生確實大爺沒有任何心理問題，而且狗皮膏藥中確實有一些凝神成分。鑑於他皮膚問題，醫生還是建議少用膏藥，可以定期來醫院做輔導，慢慢改掉壞習慣。我怎麼感覺大爺就是單純的不想下地幹活啊？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你因為智齒疼得睡不着，來醫院才發現這顆智齒竟然是橫着長的，並且完全埋在了牙齦裡，外觀上根本看不出來，直到切開牙齦才知道這顆智齒有多可怕。不過不用擔心，現在就給你拔掉。醫生在你臉上蒙上塊布，只露出嘴巴，接着在智齒周圍不同部位打3次麻藥，稍微會有點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沒有任何感覺了。接着給周圍消消毒。根據智齒生長角度切開牙齦，因為麻藥已經生效，基本不會感到痛。如果這時你感覺疼痛難忍，一定要舉手示意。醫生用鑷子掀開牙齦，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齒，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智齒大部分還鑲嵌在牙槽骨中。這時要用球鑽削一點牙槽骨，通俗點講，就是用電鑽鑽你的骨頭。這時你感覺不到疼痛，但能聽到電鑽聲，還能感受到電鑽的震動，整個頭都嗡嗡的。即使這樣，也不能直接把智齒拔出，醫生還要切開牙冠和牙根，把智齒一分為2，所以又需要用到鑽頭。現在看來，切開的牙冠部分還是無法直接取出，還得豎着再切一次。這樣就很輕鬆地把牙冠部分取出來了。現在只剩下牙根了，由於埋得太深，還要再削一點牙槽骨。現在用槓桿原理，一點點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來。現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堅持一下，馬上就快結束了。由於創口比較大，最後需要給你縫合牙齦。就這樣打個漂亮的結，剪掉多餘線頭，就結束了戰鬥。為了讓牙齦盡快癒合，你需要咬住一塊紗布，保持2個小時，1周之後來拆線。期間不可以喝酒抽菸，避免激烈運動。拔掉智齒，你有沒有覺得輕鬆了很多？你因為不好好刷牙，年紀輕輕就壞掉1顆，為了能啃骨頭，即將要花2萬塊錢在嘴裡種1顆。整個種牙過程需要持續半年左右。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你的種牙血淚史。這個就是你的牙槽骨，這些大大小小的鑽頭都是用來在牙槽骨打孔的。剛開始鑽孔要選擇8毫米的小鑽頭，為了穿透堅硬的牙槽骨，醫生調高了鑽頭速度。一切準備就緒，鑽孔就開始了。現在要逐漸換成更粗的鑽頭，擴大孔洞。用粗鑽頭轉速一定要慢，否則會導致摩擦生熱，燒毀骨細胞。過程中鑽頭還會一直噴出生理鹽水，就是為了降溫。現在使用螺絲紋鑽頭，將孔的上端繼續拓寬，這是為了讓孔洞和種植體完美契合。隨後，醫生取來像螺絲一樣的種植體，開始種植的時候要盡量調低轉速，慢慢推進去，才不會使接觸面骨細胞損壞。接着還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把種植體拧緊。現在要將愈合基台連接到種植體上。等縫合好牙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這時牙槽骨中的種植體會和周圍的骨細胞慢慢融合，這個過程叫做骨結合，最短需要2到3個月，最長6個月左右。經過了幾個月，牙槽骨和種植體已經充分結合，就可以把臨時愈合基台取下，然後安裝上永久愈合基台。現在需要安裝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間的洞是為了以後修理種植牙的时候方便擰開裡面的螺絲，但現在要先用樹脂填充，接着用燈照射固化。到這裡你的牙就種好了，看起來和真牙一模一樣。現在就可以去啃骨頭了，一定要記得好好刷牙。用黃金來補牙是種怎樣的體驗？
看到最後，我承認我羡慕了。等你躺平後，醫生先用金剛石鑽頭去除腐質，腐質也就是蛀牙上的黑色物質。為了將腐質去除乾淨，需要在幾處做好標記，沿着標記保持垂直，一點點去除。過程中可能會有一點酸脹感，不過是可以忍受的。去除蛀牙的洞稱為窩洞，現在要把窩洞內部打磨圓滑，方便後續安裝填充材料。接着吹乾窩洞內的水分，你這顆牙壞得很深，內部還有殘留的腐質。醫生換上小鑽頭繼續去除，腐質已經靠近了牙神經，過程中要盡量小心。再次吹乾牙齒內部，現在腐質已經清理完畢，接着就進入了修復環節，先塗抹上一層粘合劑。然後用燈持續照射，讓膠水迅速固化，隨後塞入樹脂材料，再次用紫外線燈照射。等樹脂固化後，還要用鑽頭輕輕打磨窩洞的邊緣部分，使其變得光滑，這樣才能使馬上要安裝的嵌體緊密貼合，不易脫落。接下來就要印模了，為牙齒量身定做黃金嵌體，先在窩洞裡填充印模材料，對材料吹氣，以便填充均勻。用力按压後，等印模材料变硬，就可以根据印模制作黃金嵌體。等嵌體制作完成後，醫生會再次塗上粘合劑，接着給你安裝金燦燦的黃金嵌體。把多餘的粘合劑擦乾淨，等它固化後，黃金嵌體就牢牢粘在了你的牙齒上，這樣你又可以啃骨頭了。好了，做完了，醒醒吧！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顆門牙，說話一直漏風，天天被人嘲笑。你決定去做個修復，醫生也沒有讓你失望，最後的修復效果足以讓他們閉上臭嘴。不幸中的萬幸，磕掉的部位並沒有傷到牙根。如果非常嚴重的話，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療。但像你這種情況，直接進行光固化樹脂補牙即可。先在表面塗一層酸蝕劑，讓表面變得更加粗糙一些。沖洗吹乾後，塗上粘合劑，進行光照固化。接着醫生取來石膏模型，制作診斷蠟型，然後系統的補牙操作就開始了。大家記住，如果牙齒不小心磕斷了，第一時間保存好磕斷的部分，趕快去找牙醫進行修補，效果會更好。補完之後呢，醫生會用車針進行表面的打磨處理，最後再對牙齒進行拋光，牙齒表面就會變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態也比較美觀。最後取出排齦線，就大功告成了。不過以後不能啃太硬的東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導致脫落。他考試交白卷，反而得到了校長的表揚，當着全校師生的面給他戴了朵大紅花，原因是他成了學校唯一一個看出老師出錯題目的學生。台上的阿芳一臉懵，交白卷其實是自己看不懂而已，誰都想不到他開掛的人生從此開始了。課上不小心打翻了墨水，他趕緊用衣服擦，卻意外擦出了一幅意境深遠的山水畫，得到了繪畫大賽的第1名，順便還收穫了一群小迷妹，時刻被幸運女神眷顧着，讓他覺得人生毫無意義。本以為長大後運氣就會改變，誰知好運反而變本加厲，隨手買張彩票都能中大獎，吃個飯就成了店裡第9999名顧客，莫名其妙得到了全年免費卡。阿芳不想就這樣安逸的過一輩子，跑去做了房產銷售。可第一天上班，找他買房的人排隊都排到了公司大門口，下班隨便伸手，立馬就來了幾輛出租車，都搶着要拉他。他徹底受夠了這種開掛般的生活，感覺是上天對自己的懲罰，指着老天一頓臭罵。突然間電閃雷鳴，一個雷針就劈了下來，雷結果劈死了正在逃跑的小偷。他含淚獲得了良好市民獎。阿芳非常想體驗失敗的快感，可天不遂人願，生無可戀的阿芳決定出家。就在剃髮前，
方丈出現了。只見方丈大手一揮，他便靈魂出竅，意識開始模糊。等阿芳清醒過來，發現一切都變了。打鬥地主從來就沒贏過，無論跟誰打牌都被對方吊打，就連一旁的小學生都嘲笑他是個弱雞，他卻興奮得不得了，終於體驗到了失敗的快感。他50年收藏了4000多種可樂，現在拿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一款可樂，已經超過了100年，瓶蓋都是用的木頭塞子。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樂，他這裡多的是，什麼造型的瓶子都有，全是腦洞大開的設計，從最胖的到最花裡胡哨的都有，還有各種限量款的可樂，有的瓶子上都鑲了鑽石，還有奧運紀念可樂、美國隊長可樂。他還收藏了很多可樂周邊產品，就比如可樂主題的錄音機，因為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收集这些花掉了好幾百萬。節目組仔細數了數，足足有4000多種。大叔還說會一直收藏下去，要打破世界紀錄。然而下面這個大爺的收藏能點燃你的心。大爺在塗口紅，但其實這是打火機。他轉身又吃起了餅乾，其實還是個打火機。他30年收藏了6000隻打火機，家裡牆紙都是打火機做的，各種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看着是把錘子，其實是打火機。燈泡也是打火機，牛奶盒都能出火，螃蟹鉗子噴火，你能信？滅火器都能出火，這就離譜了。包包能打火，高跟鞋也可以，最小的和1元硬幣差不多，小是小了點，但照樣能打火。最大的就要用2隻手抱着，要說是燃氣灶我都信。最獨特的要數下面這個，火焰可以分叉，這些火機來自全世界各地。這一款就是來自加拿大的牙刷火機，他每周都要挨個清理一次。打火機已經成了他的精神寄托。然而下面這個大叔的收藏也很費錢，他花100萬收藏了5000部手機，全是你沒見過的，有設計成香蕉玉米的，保齡球也是電話，超人都背着電話來電就會蹦迪，還有來電就會吐絲的蜘蛛俠電話，易拉罐也是電話，連鞋底都能設計成電話，密密麻麻擺滿了房間，地板上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工作人員數了數，光客廳就有2000部，另一個房子更多，但大多都是智能手機，一共算下來有5000部，並且這些都安裝了電話卡，都能正常使用。節目組隨即撥打了幾個，果然就接通了。他說每月光套餐費就得5萬塊錢，為此連周末都要去兼職。妻子也覺得這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考慮再三，他決定做出改變，把手機都賣掉了，還給兒子買了一屋子玩具。他終於想明白，親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和他一樣，下面這個人也喜歡收藏，只不過他只收藏座機，整個倉庫擺滿了座機，一共有3000多部，100多年前的古董電話都有。神奇的是，電話竟然還能使用，不過要像搖動手柄發電才能打電話。大叔演示了一遍，插上了一個什麼模塊，然後真就撥通了工作人員的手機，通話音質非常好，就好像穿越了一樣，很神奇。大叔還打算開一個手機博物館，把這些不常見的電話展出，供大家欣賞。然而下面這個大爺的收藏更有價值，他5年收集了3000萬個煙頭，每天都要去街上撿煙頭，一天就要撿1萬多支，撿滿1箱就要封存起來。5年內收集了300多箱。晚飯後他又去撿煙頭了，還說現在撿的最多。來到飯店門口，果然發現了很多，不一會兒就全部撿乾淨了，即使垃圾桶裡的煙頭也不放過。有人說經常看到他整晚都在街上撿煙頭，下雨天也不例外，只要大爺出現的地方就絕對不會允許有煙頭。那為啥大爺會痴迷於撿煙頭？大爺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警告那些隨意丟煙頭的人，還說這樣能讓自己鍛鍊身體，感到非常快樂。和大爺有同樣愛好的還有這隻烏鴉，只要看到有人抽煙，他就會發起攻擊，趁其不備直接一口奪下香煙，接着把香煙叨碎丟進垃圾桶。小哥說自己每次抽煙烏鴉都會出現，好像是針對自己一樣。工作人員假裝抽煙，看會不會遭到同樣待遇。烏鴉仔細觀察了一會兒，假裝毫不在意的路過，突然一個箭步向前叼走了香煙。所以無論是誰，只要抽煙就會成為他的目標。香煙到手，接着又用翅膀把煙弄滅。為啥他會有這種迷惑行為？專家認為他是想把香煙的氣味塗抹到翅膀上來驅趕寄生蟲而已。很多鳥類都會這樣做。好吧，原來如此。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嬰兒車被包了起來，裡面時不時傳來怪叫，沒有人知道嬰兒車裡面是什麼。大媽整天推着嬰兒車流浪，晚上就睡在公共廁所，這樣生活了10年。問他為啥不回家，他卻說家裡有個怪東西會隱身，就算在外面凍死也不敢回去。即使在外面，他依然覺得有什麼東西在跟着自己，警惕地看着四周。白天他又毫無目的的流浪，拿出一盒貓罐頭開始吃，還往嬰兒車裡放了一點，這才看清楚，原來嬰兒車裡面還有一隻貓。經過一番溝通，大媽同意帶我們去家裡，他家門上安裝了5把鎖，裡面還有一道防盜門，進來後要趕緊用一個櫃子擋住，屋裡窗簾緊閉，沒有一絲光亮，並把所有家當都放在了衣櫥裡，甚至包括電飯煲。節目組安裝了攝像機，想要拍到大媽說的那個怪東西，然而一夜過去並沒有任何發現，卻發現大媽行為舉止很反常。只見她半夜好像聽到了什麼，驚慌的來回走動，還時不時跪在地上，嘴裡一直念叨着什麼。節目組很疑惑，大媽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說你難道聽不到聲音嗎？那個怪東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但工作人員並沒有聽到任何奇怪的聲音。節目組
組覺得這一切都是大媽想象出來的，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經過長時間的溝通，她決定去醫院，一番交流下來，醫生說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必須盡快吃藥治療。原來啊，之前她媽媽生了一場大病，因為沒錢治療嘛，很快就去世了。沒過多長時間，父親也去世了，她感覺自己沒有保護好父母，從那時起內心充滿了愧疚，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才能避免內心的孤獨，只要在房子裡就會產生屋裡有別人的幻覺。相對來說呢，下面這個大媽就正常多了，雞蛋連殼一起吃，一天要吃1斤蛋殼，大媽已經吃了10年。香蕉在褲子上蹭2下啊，直接連皮吃，再來一口帶皮的橘子。哈密瓜带皮吃，甚至连蘋果核也要吃，這樣吃不會吃出問題嗎？而他自己卻說這是外殼救了他的命。這又是為啥？他也不解釋啊，反而變本加厲，覺得果殼不過癮了，直接吃起了生板栗，看樣子味道也不錯啊，2口就能吃下1個。大媽的閨蜜都很擔心她，叫她來吃飯改善一下，沒想到啊，大媽卻把飯菜扔在一邊，拿起蟹殼直接開灶。她邊吃還邊嫌棄，說螃蟹啊還是生的好吃，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魚骨頭用菜葉包起來，幾口就吃了下去。那她為啥要吃這些呢？真的是奇怪。到目前為止，帶皮的水果沒有什麼是大媽不能吃的啊，即使是榴蓮它也是帶皮這個沒有。大媽說果皮才是好東西，有營養，而且自己很健康。接着她終於告訴大家吃這些的原因，原來啊，當年她得了很嚴重的胃潰瘍，有天痛到無法忍受，莫名其妙吃了帶殼的雞蛋，沒想到胃了一下她就不疼了，從此就走上吃殼的道路。節目組也帶她去檢查了，胃病真的好了，身體啥毛病沒有，但醫生還是建議大媽少吃，不然很可能會損傷腸道。一定要吃的話，最好中午吃。和大媽一樣，下面這個大爺也是狠人，他把洗潔精當沐浴露，白醋當洗面奶，食用油拿來護膚，還說比護膚品好用。13年來都是這樣護膚的。護膚3部曲安排上，第1步往毛巾上擠入洗潔精，接着往全身塗抹，臉上也不能少啊，拿水一冲，第1步完成。接着倒出白醋，均勻的塗抹在臉上，拍打促進吸收。最後1步往皮膚上涂抹食用油，保濕又美白。他說白天要用玉米油，晚上用花生油，這樣保濕效果最好。工作人员摸了摸，果然很光滑。這樣一套下來的話，就可以上燒烤爐了。不僅如此，大爺刷牙也要用白醋，說可以消菌殺毒，口氣都變得清新了呢。至於牙膏嘛，有別的用處。只見他往手上擠入半管薄荷味牙膏，接着就開始洗頭了。你別說，泡沫還挺豐富的。大爺說這樣洗完清爽自然，工作時也要隨身帶着白醋，沒事就要拿出來塗一塗。看電視也不能閒着，連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爺的奇葩操作，直接把妻子熏走了。為了達到更好的保濕效果，他還會用食用油自制面膜。不得不說皮膚看着細膩了很多，醫生也沒有檢查出任何問題。由於大爺年齡大了，如果繼續這樣操作的話，皮膚可能會惡化。這種護膚方式好不好不知道，反正我感覺挺入味的。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這個植物一天能長3米，100年才會開1次花。神奇的是，大媽只養了1個月就開花了。幾天前，大媽剛從醫院出來，就遇到了一個壞和尚，什麼都沒說，就把這棵植物送給了大媽。自從這植物來到家裡，發生了很多神奇的事，大媽的身體也在一天天好轉。大媽認為這些都是這棵植物帶來的，覺得植物被高僧開光了。從那時起，大媽每天都會精心照料，澆水都是用山泉水，嘴裡還一直念叨着撒浪嘿呦。剛開始呢，它只是冒出了一個小尖尖，沒想到一夜之間長到了3米，而且還在不停的往上長。節目組架起相機近距離觀察，植物肉眼可見的變大。那這棵植物到底是什麼？為此，節目組請來專家小亮來鑑定這個熱門生物。專家覺得很不可思議，說這東西根本不會生長在這裡，當地的環境不利於它生長，長成這麼高非常罕見。原來這種植物叫龍舌蘭，這根長長的就是它的花莖，最後會在頂端開花，據說100年才會開1次花，但只要開花後，它就會急速衰敗枯萎，一生也只開1次。幾天後，龍舌蘭真的開花了，看起來好像一把火炬，上面還泛着光，蜜蜂都被吸引來了。它現在的高度達到了4米，全村人都來圍觀，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見。據說龍舌蘭開花就能實現願望，眾人紛紛低頭許願。然而下面這只小香豬表示不服，他家的寵物小香豬1個月就長到了300斤，2個男人都抱不起來，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還長出了3下巴。本來是個迷你豬，結果現在一對比，主人變得很迷你，他直接從佩奇變成了八戒。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結果閃到了腰，當時賣家還鄭重承諾，迷你小香豬長不大，最多不超過30斤，假一賠10。可是隨着時間一天天過去，主人才發現自己上了當，佩奇不僅能吃，而且長得飛快。主人找賣家售後，賣家說可以賠你10倍，你把貨退回來，我們重新給你發10只小豬仔。主人一想，不对啊，我這不成養豬的了嗎？畢竟養了這麼長時間，都有感情了。主人決定給他減肥，第一步帶上計步器，一塊行走的五花肉上線了。剛走了2步，他就躺下了。主人以為他至少能走30分鐘，結果他要休息30分鐘。第2步吃減肥餐，用食物引誘他走路，結果主人卻累瘦了。最後主人想到一個絕招，給佩奇制作了一個結實背帶，前面吊上一根他最愛的胡蘿蔔。你別說效果不
錯，他走路積極多了。幾天後再次上秤，減肥效果非常明顯啊，整整減掉了半斤。最後主人表示會一直陪着佩奇減肥，希望佩奇能變回迷你豬。然而變大的不止佩奇，下面這家房子裡也有個大東西，每天都有個不明生物趴在他家窗戶上偷窺，上面還留下了巨大的指紋，紋路非常清晰啊，怎麼擦都擦不掉，而且只要太陽出來它就會消失。一到晚上呢，消失的指紋又重新出現，只有臥室的窗戶會出現這種現象，就算更換了新窗戶，指紋還是會出現。詭異的現象持續了好幾個月，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潰，懷疑是被什麼不好的東西纏住了。節目組呢全程監控，結果一直到深夜都沒有出現什麼怪東西。白天一看呢，指紋果然消失了，這很不科學。那會不會是窗戶本身的質量問題？賣家說從來沒見過這種情況，猜測是玻璃生產過程中吸盤導致的這種痕跡，但是現實中並沒有那麼大的吸盤。節目組在工廠繼續尋找線索，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工作人員的注意，上面出現的紋路和家裡指紋很像。老板說剛生產出來的玻璃很熱，需要在下面墊上一層厚厚的油脂，那指紋會不會就是油脂印上去的？隨後專家對着油脂分析了半天，說了一大堆我聽不懂的，反正總之結論就是玻璃上的紋路還真是油脂印上去的。至於白天指紋就會消失，是由於溫度升高導致的。主人這下放心了，說以後不用再換窗戶了。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他腦袋裡長了蜘蛛，每天都要用吸尘器吸出來，這些就是從鼻子裡吸出來的，吸出來的時候都是活的。他覺得腦袋裡一定有個蜘蛛窩，甚至還在不停地產卵。這些蜘蛛天天都在他的腦袋裡面爬，把他痛苦了好幾年。為了緩解疼痛，他不停地敲打腦袋，還要去碾碎正在腦袋裡到處爬的蜘蛛。辦法想了好多，醫院都去看過了，但依然不能解決問題。長期的痛苦導致他從150斤降到了現在的100斤。他認為徹底把蜘蛛消滅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火化了，和蜘蛛同歸於盡。為了幫助他，大家找來了專家。專家仔細觀察吸出來的蜘蛛，發現這些蜘蛛竟是不同品種的。專家還說蜘蛛根本不可能在我們體內生存，但大叔卻不能接受這個觀點，因為自己實實在在的能感受到蜘蛛帶來的疼痛。他覺得專家根本不能理解自己，實在沒辦法了。大家又帶他來到了大醫院，經過內窺鏡仔細檢查，還是找不到蜘蛛的任何蹤跡。然後又推他去照 CT， 片子看了半天也沒有發現問題，真的是奇怪。結果沒想到在他走了之後，醫生卻無意在片子裡看到幾個奇怪的白點，還真有點像一個什麼東西做的窩。他回去之後症狀依然沒有減輕，蜘蛛反而變本加厲地折磨他，他只能猛地往身體裡面灌藥，在鼻子裡面也塗藥水。他整夜無法入睡，甚至在吸入煙霧後捂住鼻子，想把蜘蛛燻死。雖然這樣自己也不好受，但是總歸能讓蜘蛛消停一點。不久後，醫生把他請了回去，想看看他的腦袋裡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經過儀器查看，發現原來那白色的東西是他年輕的時候做頸椎手術留下的固定器，並不是什麼蜘蛛窩。那蜘蛛到底是哪兒來的？大家研究了半天，發現蜘蛛是從他吸塵器的縫隙裡面鑽進去的，也就是說這些蜘蛛本來就在吸塵器裡，一切都是誤會。解決了這塊心病，2個月後當大家再次見到他，精神面貌已經遠超過去，成為了一個正常人。這貓有個怪癖，連醫生都大為震驚，它1日3餐只吃泡菜，而且必須要夠辣，餓了就會對着冰箱一直叫，因為冰箱裡就有它夢寐以求的辣白菜。主人受不了了，從冰箱拿出了一片泡菜，小白聞了聞，幾口就吃完了。看起來一片泡菜根本不夠吃，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飯拌在一起，給他做了個泡菜拌飯。但小白很挑剔，只吃了拌飯中的泡菜，1粒米飯都沒吃。主人說小白是流浪貓，剛撿回來的時候他什麼都不吃，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他竟然2眼發光，一直叫個不停，才知道這貓喜歡吃泡菜。我們都知道韓國人喜歡吃泡菜，難道韓國的貓也都喜歡吃泡菜嗎？隨後節目組做了個實驗，分別準備了4種食物。現在第一隻貓登場了，只見它來回聞了聞，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貓糧。第2隻貓聞了聞泡菜，看起來味道不錯呀，然後就選擇了旁邊的魚罐頭。接着一隻3個月大的貓咪上場了，它直接就奔向了貓糧。你看連3個月大的貓咪都知道貓就應該吃猫糧嗎？最後到小白出場了，他都沒看一眼貓糧以及魚罐頭，對着泡菜就開始乾飯。主人覺得泡菜太辣，吃多了不好，於是把泡菜洗完再給小白吃，結果小白聞了一下連連後退。小白心想，洗過的泡菜能叫泡菜嗎？隨後竟離家出走了。等發現他的時候，他正在垃圾堆裡吃泡菜，吃得滿嘴通紅。小白為啥對泡菜這麼情有獨鍾呢？該不會有什麼毛病吧？主人帶他來到寵物醫院，醫生聽完也大為震驚。一番檢查下來，小白身體卻很健康，只能說他天賦異稟。不過呢，醫生還是建議要少吃泡菜。主人也很听話，回家就給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糧，把貓糧和泡菜混合在一起。没想到啊，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做個正經貓咪吧。整條街只有這棵樹，每天早上都會劇烈晃動，鳥都不敢在此停留。往下一看，才發現有個大叔在瘋狂的拿頭撞樹，哐哐1分鐘就要撞60次，都撞出血了。大叔卻說這樣對身體好，腦袋鍛鍊完，肩膀也不能少，拿出藥膏隨便塗一塗就好了。這樣真的不會痛嗎？大叔輕蔑一笑，
說自己已經鍛鍊5年了，還讓記者摸摸看，果然已經練就出了厚厚的老茧。大叔還一臉傲嬌，勸大家不要模仿，否則很可能腦袋開花哦。这条街上的店主都说，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树，就没見過額頭不流血的時候。不過呢，還是心疼這棵樹多一點。大叔看起來一身的暴力，工作起來卻非常安靜，為啥會選擇這種奇葩的鍛鍊方式？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擊手，因為比賽打得不好，根本賺不到什麼錢。為了養家糊口，他脫下拳擊手套，拿上錘子，成了一個修鞋的。由於攤位所在區域治安很差，經常發生一些打架鬥毆的事件。為了防止別人找自己麻煩，他決心變成一個狠人，讓別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所以就開始了這種奇葩的鍛鍊方式。節目組決定給大叔一個驚喜，帶他來到拳擊館，面對久違的沙袋，大叔躍躍欲試，熟練地纏上繃帶，和陪練一陣切磋。畢竟久輸戰場，看得出來力不從心，但大叔還是很開心，這是自己的夢想啊。大媽每天買一隻公雞，卻從來不吃，一到深夜就把雞放在陌生人的店門口，連續4年從未間斷。店主說從來沒見過真人，剛開始也沒在意，直接就吃掉了。接下來的幾天，每天都能收到一隻，可奇怪的是，附近其他店都沒收到過雞，這很明顯和自己有關。他嚇得不敢再吃，這很像是一種詛咒啊！懷疑是同行嫉妒自己的生意，惡意放在這裡的。店主決定把自己經營的中餐廳改成麵館，並把菜單中關於雞的菜品全部下架。即使這樣，每天早上雞還是準時出現，從不缺席。這下店主更慌了，大家決定偷偷安裝監控，找到這個放雞的人。一直等到深夜，監控中出現一位可疑人員，他神色慌張，四處張望，確定沒人後，放下雞轉身迅速離開了。店主嚇得不敢說話，因為這人他之前就認識，好像就住在這附近。大家檢查了沿街所有監控，果然發現了他的行蹤，最後走進了一棟公寓。大家決定在公寓樓下蹲點，等了整整1天，在傍晚時分終於等到了大媽。大家趕緊追了上去，質問大媽為啥要這麼做，但大媽一口否認，簡單丟下一句我什麼都不知道，接着快速跑開了。記者一路追，大媽終於頂不住了，說出了2句讓人摸不着頭腦的話。요새 사람 다 하고 사는 세상이 아니야? 아무개라도 다 사랑하고 사는 세상이 아니야? 這是啥意思呢？原來是大媽認為來韓國工作的人不容易，看到中餐廳就有種莫名的好感，覺得應該幫助來韓國的中國人，分享一點自己的愛。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在大家的撮合下，大媽和店主終於見了面，溝通下來誤會解開了。店主現在可以放心經營中餐廳，大媽也不用以這種怪異的方式繼續散播愛了，省流。我覺得像劇本。大媽家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東西，就在她拔牙回家後，家裡就憑空出現了一包牙齒，參差不齊的，足足有20顆，其中還有好幾顆爛牙。牙齒是大媽整理櫥櫃時發現的，剛開始還以為是乾燥劑，仔細一看差點嚇死。這牙比正常人類的牙齒小了很多，真的是人類牙齒嗎？牙醫看了一眼，說不僅是人類牙齒，而且還是小孩的乳牙。一個人一般就有20顆乳牙，而這一包恰巧就有20顆，從形狀上判斷，應該就是同一個人的，很明顯是專門收藏起來的。一聽說是乳牙，大爺很不理解，因為老兩口根本就沒有孩子，最近也沒人來過家裡，那為啥會出現在自己家呢？這會不會是某種詛咒呢？隨後記者在家裡發現了蹊蹺。10號這天，日曆上標注的行程是去看牙醫，大媽說那天確實去拔牙了，自己記性不好就在日曆上做了標注，那會不會是她不小心從診所帶回來的呢？大媽卻一口否認，大家也不確定她有沒有健忘症。為了排除這種可能，接着來到牙醫診所，調出了監控，確實沒看到大媽拿走任何東西。那牙齒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聊天中得知，這房子是他們租的，1年前才搬進來的，而且房東就有個孩子。大家瞬間醍醐灌頂，這牙齒8成就是房東孩子的。接着聯繫到了房東，一問才知道，這牙齒確實是他家小孩的，當時搬家忘記拿了，一切都是虛驚一場。大叔每次做飯要先洗一盆碎玻璃，洗完再加上幾勺白糖，直接就端上了餐桌，放着一桌菜不吃，他卻只想吃玻璃。老婆怕他吃死了，想讓大叔吃一塊玻璃就上一口菜，但大叔根本不聽，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滿2個啤酒杯，現在還越來越離譜，上班都要帶着滿滿一杯玻璃碴子，沒事就趕緊拿出來吃一塊，走到哪都帶着。下班後就去玻璃店挑選零食，挑挑揀揀弄了一大袋，回家還要根據口味給他們分類，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來口感也不一樣。醫院的點滴瓶是他的最愛，吃起來酥脆有嚼勁，燈泡吃起來就差一點，不過呢也很爽口。記者忍不住問他，到底為啥要吃玻璃呢？沒想到大叔卻反問起了記者，那你為什麼要吃飯？為什麼要喝酒？為什麼要抽煙？喊咖喱嘛，這個嚼一口非常香。這把記者看得一愣一愣的。大叔你冷靜點啊喂！來到晚上，大叔去聚餐，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
所有人都不可思議地看着他，因為他直接把酒杯給吃了。老闆說每次他來吃飯，飯店酒杯就會少好幾個。酒足飯飽後，大叔也終於說出了吃玻璃的原因，都是因為20年前的那件小事。當年大叔還是個初入職場的毛頭小伙子，剛簽了一個大合同，正在陪客戶吃飯，由於自己不能喝酒，被客戶一番羞辱，說他不爺們。這話傷了大叔的自尊，一氣之下吃起了酒杯，就這樣一吃還吃上癮了。現在大家都想知道他身體真的健康嗎？沒想到啊，大叔卻在醫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醫生直接嚇得不敢看，啥也別說了，直接上儀器檢查吧。檢查發現大叔其實有腸道問題，醫生說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導致的，雖然目前看起來問題不大，但還是要停止這種行為，否則會導致腸梗阻。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